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赞成吗？抽啊下看多少下子？台湾人还能自由大声地说不赞成吗？当下的台湾，民进党台独的政治主张不但声量震天，而且把民主、爱台、族群团结全部绑架在战车之上，一路狂奔。如果反台独，那你就是独裁不爱台的杂质。上集中提到，统独之争的本质是两岸结束政治对立，无关领土、主权、族群的再造。反之，赖清德团结时讲的核心逻辑，就是以政治对立进行领土、主权、族权的再造。其实这也是老调重弹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台湾独立这个概念演变的故事，看看它是如何从无声到高声，并深度捆绑台湾的。位于台东的这座秀丽小岛叫绿岛，在戒严时期曾是国民党集中关押政治犯的所在。作家柏杨、李敖、民进党大佬施明德都曾关押于此。当年政治犯的罪状中，就有一条是因为主张台独。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彭明敏，就曾在1964年至1968年在绿岛吃过5年牢饭。两蒋时代，台独2字，哪怕只是说说，都是犯罪，更别谈作为政治主张务实推动了。首先，赞成和反对的两派人士陷入激辩，不过辩的并不是提案内容，而只是台独主张列入党纲的时机。激烈争吵的这一幕发生在1991年民进党五权大会上，台独理论大师林濁水提出以修正案的方式表决台独党纲，引发新潮流系反对，会场爆发剧烈争执。最终，陈水扁提出增加台湾独立要由台湾住民以公民投票决定的条款才得以通过。由此看出，民进党立党之初，其实并非就和台独深度绑定啦。是当选台湾第2届民选的总统。尽管此前李登辉刚刚抛出两国论，不过在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奉行的仍然是坐而不说的两国论。明面上对台独主张隐蔽与收敛，背地里挑动本土意识，修改课纲，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与台独深度绑定，各种小动作不断，上演了一出只做不说，暗中加戏的戏码。看看如今的台独大戏，不仅声量超高，而且攻击性超强的。对内攻击统派卖台，对外攻击大陆为境外敌对势力，对自己也有0日攻击的被害妄想症。一句话，能做还要大声说，不许喝倒彩。讲真，有点过于抢戏啦，这让人不免担心绿岛监狱的牢饭厨房是不是要灶火重燃啦？话说回来，不管是蓝是绿，两边的统独主张都没有跨出李登辉一边一国的阴影啦，了无新意。统独之争虽然对解决两岸问题收效甚微，不过对于拉选票往往有奇效，常常成为两党压箱底的神主牌，自然就不许反对了。其实现在的台湾有点像漂流在海上的无动力航船，统独两派为了前进方向，一会左满舵，一会右满舵，真的头破血流，却忘了掌控船前进方向的不是舵，而是风。蓝营坚持的统，更像是以统谋独，绿营叫嚣的独，最终可能以独促统。从这个角度说，统独这个两党政治争相操弄的舵盘，就是汪洋之上的伪命题啦。